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家伙带来的铁钩船长啊原版，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美版的玩法啊。咱们这个玩法呢有点难受在哪儿呢？就是说它是一个摊分的玩法啊，兄弟们，它是一个摊分的玩法。但这个摊分的玩法呢，咱们仅限于是这个原版，所以说它的成绩并不是特别好，大伙儿知道吧？啊，好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莫名其妙啊，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？啊，一顿后空翻，看没看见啊？然后这个分就层往上涨，看没看见啊？理不理解啊？你根本就看不懂，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意思啊？反正他一顿后空翻，然后那个分就从往上涨，那个地方有一个隐藏的，对吧？道具，然后就哈就完事儿啊。好，当然咱这里先不扯这个事儿啊，因为这个游戏呢，咱们是原版的，最新的有什么版呢？有1v4版、无双版，还有X2版。呀，X2版的话，大家伙都了解啊，就是就比较好，还是那有啥？好，但是咱们这个游戏啊，还是有时间限制啊，咱们这个哈也不能哈太长时间啊，懂什么意思吧啊？不过呢，它只要过了一个阶段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了。其实呢，这地方就是一个隐藏的这个东西，咱们可以给它打出来。不过用这个后空翻这招呢，它就不会触碰，它就是没有触碰效果，但是呢有触碰的分数。所以说呢，你可以看到，哎，看，只要打着就能打出来，看见？就是这个隐藏的道具。这是一个算是一个 bug 吧啊，但是呢。正常的话呢，我们都知道啊，这种 bug 呢也无所谓，反正呢，当时游戏厅老板啊也不可能想得到说我狼，哎，我不可能想得到说那个有一帮人愿意刷分啊，对吧？他一命通关都通不了啊，一币都通不了啊，还刷分呢啊，刷不了的是不是啊？好，当然呢，咱们这个加分啊可以看得到啊，是有点东西了。那么如果是1v2啊，1v4版本还有无双版本的，它这个摊分玩法呢？就要比这个摊分呢要更牛逼了啊！大家伙知道什么意思吧啊？但是由于呢那个可能剧情时间也是比较长，再加上可能有一定的改动，所以说它的分数啊原始分数是比较多。所以像那种隐藏的地方呢，咱们该打，你看不看见啊？但是也要控好时间，因为你要过去下一个地图的时候呢，时间呢控制不好就容易出问题，对吧啊？无双版和1v4版我记得我都做过，但是已经是。应该说是2-3年以前了吧2-3年以前了。好，这都打掉。这种情况下就不要触发机关了啊，因为你触发机关的话呢，这个分数就不如这个滚。你看现在已经是40多万了，兄弟们啊。这个游戏的剧情严格来讲不是很长啊，它根本就没有那么长。所以说呢，咱们基本上啊，你像刷分的话，就是他们还在互伤。我们小时候管这个叫酒鬼啊，可以互伤啊。这种隐藏的地方呢，咱们都可以后空翻。一会儿呢，还有那个拿链锤的大汉啊，所以说呢，要节省一点时间。他说这个时间到底，那我一定要打到最极限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但是由于你控制不好时间嘛，对吧？因为这游戏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，有的时候小兵的走位呢不是很好，所以说咱们该控制也要控制一下。好，就这个链球啊，这个链球小的时候小狼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这个身材非常好，长着一个主角脸，但是为什么是一个反派啊？就不理解。好，破门而出。这个门这个地方也有啊。我们小时候知道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一个饼，可以举那个饼，然后砸那个一会儿那个厨师，一会儿厨师啊，那个厨师杀鸡杀的非常多，然后厨师一出现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这个只要厨师一死，然后这个鸡对吧？你懂的啊。好，来看看无双版的话，就是应该有2个这个 boss 啊，有2个这个 boss， 不过无所谓啊。这个厨师是个水手厨师啊，浑身都是鸡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右手是一个井中月啊，左手是一个大饭勺、大炒勺。按理说他右手应该是一个右手应该是个铲子才对啊，右手是个铲子或者是一个大勺子，然后对吧？这边是一个锅，他这边拿刀啊，有点过分了啊。反正是万物啊皆可摊分，只要它有分数的系统，万物皆可摊分啊，对吧？你像这个地方，咱们呢虽然说时间呢不到 BOSS 的时候不会重新继承，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啊，咱们的这个也是一样啊。其实它这个名字你看啊，它的这个名字叫 Butcher
就是跟那个恐龙快打里面的第2关的名字是一样的，应该是屠夫的意思是吗？啊，应该是屠夫的意思啊，我感觉是这个意思。那个大家伙有没有印象？这个地方呢，好像我记得一会儿那个企鹅出来的时候也是在这边啊。我们看看，现在的时间还剩下几个小格。好，你听那鸡的叫声了吗，兄弟们？好，跳过来，一个金钱啊，这个金钱该吃要吃。好，第1关就将近100万，兄弟们，直接滚死！好，我操，这鸡一顿兜啊，可恨他了，看不看见啊？可恨他了，相当恨他啊！好，第2关，我操，你看，他这个肉弹冲击啊，这个确实有点够。最后这个片尾的这个结算分数啊有点低，真的啊，结算分数确实低。咱们正常呢就是要这个，哎，就是还是用这招爽一点啊，拿上100万。这里面呢跟大家伙讲啊，这个很多人小时候都喜欢玩老大啊，不愿意玩这个人，尤其是不愿意玩他，因为他的普通攻击是那个小珠子啊，一个小粉色的珠子。其实不是这样的啊，这个人他之所以牛，兄弟们，之所以牛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个跳 A 特别猛，而且他跳起来落地的这个特殊技也非常猛，再加上呢什么，咱们这个本身就是用投技啊，还是比较好一些的，所以这个人物呢，这个应该是最厉害的啊，最实惠的。很多人说还喜欢用那个小胖子，不过小胖子呢，由于这个没有这个这么牛逼的跳跃攻击，所以说呢，还是咱们这个小黑鬼啊就最厉害啊，就现在操作的这个小孩。老大呢也一般化啊，也不是说老大不厉害。老大小的时候咱们就拳脚1、2、3、4，第4点的时候有一个转，感觉那个转可以一下把所有的小兵全转出来，才觉得牛逼的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咱们看看啊，一会儿呢时间不够了啊，所以说在这里呢登到一定程度上差不多。待会儿呢过去之后呢是有那个，哎，好了，这小来了。我小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这个。啊，你看咱们这个跳跃攻击啊，你跳你就知道了啊，非常厉害的。捡起来。一个滚，好的，也不是很墨迹，毕竟这个游戏有时间限制啊，墨迹倒没有什么的，对吧？它一定要卡好时间，这个时间呢并不是什么秒数，有点类似于像那种就是有点写格的感觉啊，对吧？有点像那种音游的写格的感觉。好，你看这样的话呢，有4格的时间让咱们浪费，咱们可以这个用来刷分，但是呢，这4格呢，咱们。就没有用到啊，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，所以很多人都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呢，给自己留一点点余地，万一失误了，时间一到，咱们就嘎逼打了嘛，对吧？就很难受了，所以大家很能理解就好。这里面的最强道具就是前面那个标枪和那个蜂窝啊，蜂窝的话呢是特殊道具当中的特殊道具，而标枪呢，尽管呢它不是很特殊，但这个标枪呢可以一下秒一个全屏的小兵小怪。只要他一个竖线的 AOE 可以顶过去啊，就会非常的屌啊！再加上什么呢？再加上咱们有这个，再加上咱们如果说有那个蜜蜂的话啊，有那个蜂窝的话，打 BOSS 你可以选择捡起来那个蜂窝，然后抓 BOSS 的一瞬间一扔，这样的话呢，那个 BOSS 瞬间可以掉将近1管血啊，瞬间就掉1管血，你们想想啊，非常的变态。好，这里很多人说这不是循环吗？啊！这里面咱们先不说啊，因为咱们可能是1周目或者2周目，这个游戏我印象中好像就2周目是正常的，再往后的话才是循环，它是允许你2周目的，我正常理解是这样的。好了，可以看到，小的时候很多人说玩这个游戏一玩能玩1天是吗？我感觉是真的是说玩1天咱们倒不敢扯，但是你要上好就这个啊，就这个小蜂窝啊是最猛的道具了啊。但是呢，这个蜂窝呢，咱们应该是不会捡。刷分的话啊，还是以跳跃这个旋转比较好。好，前面的时间可能略微不太够，所以说在这里呢，疯狂的打这个宝。一会儿呢，还有一堆那个旋转的那个小兵啊，那些旋转小兵太恶心了。好，一个顶，你看他果然是不拿那个蜂窝的。要拿到那个蜂窝的话啊，这个待会儿那个奴隶 BOSS 啊，打那个 BOSS 确实是非常爽。街机游戏能打无限循环的，那我想知道2周目的难度是要变难的，那如果是3周目呢，对吧？如果是3周目是不是要更难啊？我不太清楚，不过呢也没有什么难不难的，这个游戏只要它的机制不改啊，大神怎么玩它都不带难的，对不对？
只要它的机制不改，它是不太难的。但是不像那种飞机游戏，有的飞机游戏啊是非常变态的，就是说它1周目啊就是简单，2周目也不难，再往后还真有3周目。然后你会发现啊，这个弹幕游戏啊，因为就满屏全是子弹啊，到那个时候真的是不好过。现在街机飞机游戏里面公认最难的应该是怒手领风的最大往生是吧？啊，应该是最大往生，好像是，如果没记错的话啊。然后主机游戏里面不是有东方系列吗？东方系列的话，我当时是我是挺喜欢玩，因为觉得音乐好听。后来由于我太菜啊，所以说情况就这么个情况。啊，头技摔过来一个顶，你看这一套招啊，小饭馆。哎，你看这个人长得像不像比利？我说的不是那个比利王，我说的就是拳皇里面那个比利，就拿棍子那个啊，而且还带着个头巾那种感觉。好 ，Jason， 3周目跟2一样啊。这 BOSS 长得像何老二，我感觉好多人都像何老二。哎，你说他召唤这个流星锤，这个流星锤是打哪儿来的呢？就好多这个我都不理解啊，有的时候这个流星锤跟哪儿来的啊？好，多等几下，时间还剩下15、17、18个血格，这一下血很多，看没见？3下就秒啊！这个 BOSS 的攻击力是蛮高的。哎呦我天，他又召唤一个流星锤，被打倒了之后呢，流星锤把自己都砸了，非常变态啊！好。这一吃都是好几，你看5万分，兄弟们，一吃都是5万分啊！这个分确实是，就是还是以吃分为主，兄弟们，这个吃的分数也非常多啊。跟他打那个空气的那种感觉啊，打隐藏的话呢，他的分数也没有那么多吧啊。你看，当然也是成千往上涨啊。好，哎，腿麻了，他麻了，你剁你也麻啊！最后被锤砸死了。你说他这个锤子到哪整的呢？我是真不知道啊！一个小孩能打赢这样的大汉，那是跟我开玩笑呢。这个小孩不仅仅是会魔法了，我感觉啊。好，这地方好多隐藏的东西啊，相当多隐藏的东西了。这全是船长雕像，200多万。虎克船长，这人好自恋啊！你看，全是他的雕像，你看，相当自恋这小子啊！哎，这个才看起来像海盗。哎，金色的里面按理说就应该装的更值钱的东西，你看全是大戒指啊！这一个戒指多少钱啊？3万啊！这个才几千，不行，不值钱啊！还是刚才那2个黄金值钱啊！这一下就5万，你看一个黄金镶的是5万分数，比那个戒指什么的要值钱多了啊！好，刚才其实有摊分空间的，兄弟们，刚才是有摊分空间的啊，他没有摊，玩的没那么墨迹，真正墨迹起来啊，那真的是争分夺秒啊，一秒钟都不能浪费的，对不对？哎呦我去，我就特别佩服这些撇飞刀的人，撇完飞刀兜里还有飞刀啊，就是小李他妈的飞刀啊！你就是赖就完事儿了，怎一句赖字了得？好，啊，这都是隐藏的啊，很多人看不懂啊，你看那个分数就知道啊，这小分数哇哇一整就不一样了啊。这是什么游戏？什么玩法？真正墨迹起来还是 TS， 你能不能别老说 TS 啊？你要不你就 TAS， 要不然你就直接说 TAS， 对吧？你怎么都行。你 TS 我还以为他妈的进什么看那个91了啊 ！TS 这个词儿感觉有点东西啊。只要你先去一趟泰国，然后再去一趟韩国，你就可以变成 TS 了。我操！
是狠啊。TS 什么？最后冲击，91冷显示，好，A 一下无所谓啊，他 A 好几下才能掉呢。他这个设计啊，绝对是 bug， 但是呢，也正因为这样啊，就可以摊分，对吧？没有这个的话呢，他能摊900万分，他无双版能摊1400万分，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顶死了。其实消停的在这里摆拳啊，这个叫摆拳，就是加方向的后撩踢，你看见？这是小孩马戏团出身，体术非常好，相当狠了啊！好，时间还有很多啊，有很富裕啊，这个时间。这家绿色的海盗，这才是真正的海盗啊，长得就不像好人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必杀，很多人说小的时候我不会练，就跳跃的时候摁2个钮就可以出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在比较低的点才能出。如果刚跳起来摁的话，它是不会出的，知道吧？好，时间还有，往回扔啊，不要浪费啊。这些小怪啊，都是可以这个防御的，非常的赖啊。而且咱们这个招式可以追地，看不看见？能追地的这个招式啊，相当的凶狠。好，小紫和小绿，这哥们虽然说肉了一点，但我不觉小的时候我觉得就这个怪啊一点都不强，相反还不如你这个拿刀的，拿刀还能砍你2刀啊！最讨厌的最讨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小紫豆子啊，这小子可以跳来跳去。好，这里还有隐藏的那个道具，夜风影啊！你们现在一有点什么，然后就搁你们的形象啊，就是觉得哎这个形象像谁谁谁，像谁谁谁。好，没出来第2脚，其实还是有晃啊。哎，小的时候你们管这个加血叫什么？这个加血虽然说一下不能把血加满，但是也能加挺多的了。然后我们小时候管这个叫7星，就是那个7星新灯啊，其实也叫灯。好，变身。有一个版本啊，不是有一个版本，好像是2个人玩，或者是2个人以上玩啊，这个就会有3个坛子，好像就会出一女的啊，就有那个小妹儿，就不是这个虎克船长了啊，就是小妹儿了，大家伙知道吧？而且每一个小妹儿的名字还不一样。海盗，一想起海盗，我就想起那个当时我玩那个泡泡糖。有的时候你用问号选的话，能随机出来海盗，或者说是圣诞老人。海盗就猛了啊，起步就猛，要不然你还得非常嘚儿的去选那个葱头。选葱头的话，前期非常非常的弱，但是它的这个后期比较强。好了，又开始了啊，可以蹬2下啊。美玲美美，你这进错动画片了你啊！美玲美美，小时候还有这个电影叫《加勒比女海盗》，是不是？我说错了吗？啊，加勒比女海盗这个太狠了啊！七宝奇谋也有这个电影。好，这船长非常绿啊。这船长一看就是属于真的像那个歪果人。你说一个好好的游戏啊，咱们的游戏的这个名字居然是反派的名字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兄弟们，对吧？叫铁钩船长，就咱这个游戏就叫铁钩船长。为什么一个游戏的名字是反派的名字啊？这个设计非常的屌啊！啊，这个船长呢，一只手啊，就是上面是铁钩，没有手。其实有的船长不是没有手啊，他就特意这么整的啊。还有就是他眼睛必须得瞎一只啊，有的必须海盗嘛，眼罩就必须得给戴个眼罩，有的就不瞎也得戴眼罩，就为了像，很嘚儿啊。电影叫《金巴天国》。好，蹬死了啊！这个必须要捡黄金5万分啊，一个黄金箱子5万分，哎，必须得吃。你打那么多下，你要知道这2个箱子是10万分啊，对吧？10万分数，你说你不要，你不等于扯呢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已经是390万了啊！
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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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觉就这个酒鬼也挺厉害，他这个酒瓶大乱击可以哈下腰左右，相当烂。好，15万。15万分啊，光这个。西巴，这少5万，兄弟，你这5万分少的不劲儿吗，兄弟们啊！大伙儿刚才能看出来了吧？有的时候嘛，先吃没有可以吃的，有那个必要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来看看哥们睡觉呢啊！这哥们还有啤酒肚，看没看？啊，这个水手还有啤酒肚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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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再登。这里面咱们有很多人物可以选，但是这些人物啊各有各的能力啊，各种小孩，但是用处我觉得不是特别大啊。比较常见的就是选这个小孩啊，这是比较常见的。我记得用胖子啊 A 出了最后一下特别有意思，他 A 出了最后一下呢是一个大屁股坐。好。这个直接给叼过来了啊，兄弟们！绿人能像这样摊分吗？绿人的那个攻击速度应该是比较慢啊，他应该是高抬腿，他高抬腿没有这个后空翻快，所以说呢，可能不应该用绿人了啊。好，有个大腿，这一个大腿加不满啊。不如那个七星灯。好，看肌肉男前面那个小美人鱼，哇，他这个美人鱼到底是真的美人鱼还是那个什么，还是那个 cosplay 啊？但我只想说，长得不仅好看，一看就好看啊，对吧？一个红色头发的，一个蓝色头发的啊，红色美人鱼加蓝色美人鱼，而且那个蓝色美人鱼头上还带一朵小花。啊！我仿佛从游戏里面见到了一朵小花，头上还戴个发卡，非常的帅。这里人家明明是青少年啊，你非点的吧？你非点诱惑人家，怎么说呢？还有个绿的，你记得很清楚啊。这应该是 cosplay 啊，兄弟们，这应该是 cosplay， 这个不是真鱼啊。这要是真鱼，早就送到博物馆里了，我跟你讲。好，这操作这个游戏的人叫妹儿啊，也是原版的最那个什么。好了，直接被拎过去了，看见啊，直接被拎过去了啊！你倒是想摊的好一点，直接给你拎过去。不过这些女的啊，我发现啊，那个趴着那个咱就不知道了，剩下的呢腰呢看起来虽然说很细，但是还是有点小肚腩，尤其是那个绿色的啊，那个绿色的呢感觉好像怀孕了，大概有6个月了。啊，然后那个红色的，你看啊，它腰身非常纤细，但是还是有游泳圈。蓝色的不知道啊，蓝色的非常鬼啊，它直接趴那儿了啊。但是呢，应该是有翘臀，对吧？嘿，这个船长还扭个屁股，你看还扭个屁股啊，非常可爱啊，这个关键是大胡子，因为他手里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那种胡纸啊，就给整到手上打拳用的啊，就非常疼那种啊。哇，好，5万分该吃点吃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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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小曲儿非常逗啊，小曲儿。好，黄金别拖了，一会儿黄金啊，没事儿，一会儿直接见 BOSS 了啊，有 BOSS 了无所谓啊，纸虎啊，我以为叫虎纸。好，一顿转，我操，真能防！
来看看接下来，接下来是这，哎，你看这个 boss 这么冷的天儿，哎，他穿这点儿，然后浑身啊冒还能召唤兵。这个人叫 Daimon， 那他应该是大门二郎啊，他不是大门五郎啊，因为大门五郎的话呢是会地雷阵，他是会发兵。说这小子是大门二郎啊，大门一郎是谁？大门一郎是带火那小子啊。不是，就是那个拿棍子长得像比利，然后召唤大流星锤那个啊，那小子大门一郎啊，不对，那小子叫杰森，这个叫大门，为啥叫大门呢？啊，这是罗马音是吗？真的不冷，这小子啊，看没看见？这小子是真不冷啊，大门五郎。对吧？你要把大门五郎的这个门去掉，然后再把剩下3个字重新组合一下，能组合成什么字？大门五郎，对吧？把门字去掉啊，但是你也可以加上啊，你还可以再加上一个西，也可以再加上一个大官人啊。达尔西姆，那不能把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变大，这就是没有能力啊。还得是达尔西姆啊，可以把自己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变得非常长。啊，超乎想象的长，那有这个功夫，那可真是啊，那肯定是屌了啊！不过又会招兵，还会发哈斗肯，这个 boss 多多少少是有点东西的啊。感觉今天要不然大家伙就是还没睡醒，要不然就是大家伙还没睡醒，要不然就是还没来太多人。但是我看呀，好像来了不少人了吧？啊，对吧？今天288个人了，已经，对吧？也不能说288个人吧，是288个这个贵宾啊，只是我狼买的贵宾是吗？啊，对，这是摊分，右边写的很清楚啊。咦，好，召唤兵这个可以用来刷分，但是还是不如有一个隐藏物品啊实惠，有个隐藏物品可以一直搁这儿。压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匹诺曹他只能把鼻子变长啊，对吧？把鼻子变长，那也不太好吧？而且匹诺曹是没有肉感啊，它是一个木头，所以说没有肉感啊，这个就很嘚了。好了，有摊分有风险啊。摊分有风险，那小子发哈斗肯挺赖的，好，直接追死了，有风险，为了求稳，赶紧啊，多蹬几个柱子没有那个必要啊，所以说赶紧就那啥了啊。好，还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刷啊，小音乐已经变了啊。咱们现在呢是好像小的时候吧，很多人很少人能打到刚才那一关，我感觉是啊，反正我是打到那儿，最好成绩是1币就当打到那个 boss 那儿，然后就打不过 boss 了，不知道怎么打了，大家伙儿知道吧？啊，真的不知道怎么打了啊！啊！好，手里拿着匕首啊。好，那个箱子里面干啊，蜜蜂啊，看没看见？箱子里面多多少少有点东西。好，这就是船长。但是呢，这个船长啊，他既不是 boss， 也不是那个什么啊，这是个精英怪啊。出来给你看一看。马蜂窝何止是最强武器，是最强武器中的最强武器。只不过呢，咱们刷分的话，按理说尽量是不要用啊。好，有个箱子，那个箱子不吃肯定是扯犊子啊！5万分数啊！你说他想没想起来那个箱子他没吃？5万分不吃的话，那可真是，那是飘了啊！只能用飘来形容啊。好，连砍2刀。好，大家伙不要以为这招好像是墨迹，因为这招呢确实是 AOE 伤害，它
他就是怕打不着人啊，比如说这人防住了或者什么的，直线 AOE。好，哎，吃了，这里面是有一个那什么的啊，后宫。好，5万分。哎，有的时候这个哈还能打着人啊，看到没有？它这离得特别近啊，离得远的话，它能打到人的，它不是就是打到这个隐藏物品啊。好，达尔西姆跟丘道丁次谁厉害？这个因为他俩不是一个宇宙的啊，理论上来讲还是部分倍化术厉害一点，对吧？毕竟丁次长得也不磕碜，稍微瘦一点呢也挺好看，对吧？啊。但是呢，你毕竟达尔西姆可是写实手法啊，人家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尽管呢，现在这么一说呢，他也是在吹牛逼，因为现实中不可能有这种瑜伽功夫的老人啊，就是都是传说啊，这个再加上游戏夸张一点啊，能理解。但是呢，那毕竟他也是稍微写实一点啊，现实生活中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啊。那丘道丁四那个就不一样了，人丘道丁四那个部分倍化术，人家是忍术，知道吧？那是有点玄幻了啊，那玩意儿。对吧？那有点玄幻了，而且极其消耗查克拉，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？狼哥，我睡了，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对不对？好，感觉这个船长像底下可以直接摊，啊。哎呦，这里边有一堆东西。然后那个蛋糕不是吃的啊，那个蛋糕是拿出来撇人用的。好，这个鳄鱼可以帮咱们咬人啊，但是没啥太大用处。你看，鳄鱼跑的时候可以帮咱咬人，非常逗。毒，最狠的还是毒。大哥，我求你先把箱子吃了，一会儿老鹰叼你来了啊！你们没看着底下写着游戏平台，铁锅船长美版，这，你无论是现场打的还是怎么的，关键是你狼人是真的就完事儿了呗，对吧？这现场打的有什么意义吗？我想问一个事儿啊。如来佛是印度人吗？乔达摩悉达多吗？应该是完整是这个名字是吧？这个时间调成这个很正常。我记得之前我玩过那个游戏啊，叫《天蚕变》，还有蜘蛛美女，它的时间好像就是这样的。啊，大家伙有没有印象？这很多音游的这个血量都是这种风格的啊，就是它的血量是这个风格，但是咱们这个属于这个时间。好啊，来了啊，老弟啊，来老妹儿。好，这个小兵还好点啊，他有的时候跳来跳去的，并不能影响咱们。一旦你把兵全清了，过一会儿时间啊，就是直接时间会给我答案。好，这一下1300，兄弟们看啊，一下是1300，非常烂。好，5万分该吃点吃啊，别的不吃都行，5万分不吃，这个黄金不吃那是真的嘚儿。有没有人玩过天蚕变的啊？小的时候我真见过玩的好的，他真的能解锁好几个美女的那个图像，但是呢，最后呢还是一个字，还是死，还是不会玩啊。有没有人能找着这个街机天蚕变？虽然说直播肯定是不让播，但是这个游戏挺难。起飞，裂纹虎克。不是这个雕像被打了之后眼睛也按看也有这个动作啊。雕像被打了之后眼睛也那样似的。好，来看看这关的 BOSS 啊，这关叫 SM， 这关 BOSS 叫
这关 BOSS 最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现在跟他打，你看他是个老头，看他是个海盗，是不是啊？管财务的。但是这小子呢，明显是什么呢？咱们把他打败之后，他给一个劲儿给你磕头，就真的是一点骨气都没有，一个劲儿给你磕头啊！丢不丢人？相当丢人的了啊！蜘蛛狂徒那个对，有俩对，蜘蛛美女和天蚕变是同一种类型的游戏，但两个游戏确实也不是一个游戏啊。哎，确实是同一个类型的啊。中国龙的话，那又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啊。好的，这哥们还有枪，很赖啊。以前在万达里面看到有人用东丈挑衅被真人给揍了。不是，现实生活中拳皇97发生了一宗命案，兄弟们啊，就是因为一个叫什么阿龟的人啊，好像是在江苏的苏州还是镇江，我忘记了啊，反正是在江苏。然后呢，就是因为两个人玩97啊，然后呢有点急眼了，就拿刀给人捅了啊，不是南通啊，不是包王啊，不是包王。包王在游戏厅里面很受人尊敬的啊，基本上在游戏厅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。那个包王那个我能不能陪我玩一会儿啊？我给你那个赞助，给你100块钱50块钱的是吧？啊，你陪我玩抢个10呗，包王就陪着玩了啊，大概都是这样的，非常尊敬啊。但是呢，我就是咱这里咱不说素质啊，咱确实不能说素质，因为这个就像好比就是发生命案也是在这个江苏，但是呢，我只能告诉你啊，我作为一个东北人，我也不是黑东北人啊，我作为一个黑龙江人，我也不是黑，但是呢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包王你敢来东北，你敢这么玩包子，你敢这么归，我告诉你就真事儿啊，你要不挨揍啊，该咋地的。如果要是，对吧？如果要是这个咱们说啊，现在来讲就是20年前啊，20年前那时候街机也挺火。你在20年前的时候，你来我们黑龙江啊，来我们家那个小镇，我们那帮小流氓、小社会、小青年啊，我说句实在话啊，那包王去的，那直接给他打的满头大包，打的跟那个如来佛祖似的啊，真事儿啊！你就说你们，你信就完事儿了啊。不是苏州是吗？那是镇江，那就是镇江，对不对？好，看看，哎，那个戒指没吃着，不过无所谓啊，几千分而已。好，可以看到刚才是不是一顿磕头？这样的话到了第6关啊，到了第6关。这个事儿吧，真的是这样的啊！你看包王去上海玩，去杭州玩，我都见过包王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游戏厅玩都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就是他也不是说归啊，其实一般人也打不过他啊，确实也打不过他啊，打不过他也不归了，人家。对吧？人家一线高手啊，对吧？人家还用跟你归吗？是不是？也没啥事儿。但是呢，在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我们那游戏厅一个小镇，你玩97，你不是归的问题，归不归无所谓，你不能赢他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些社会小青年吧，这样觉得自己好像会点连招，其实他玩的不咋好啊，他玩的不咋好，他只是表面看起来会什么连创啊什么的啊，其实啥也不是。啊，就最牛逼，也就是8神抓过来重手接必杀了，啊，这不玛丽跳动腿重手牵手，或者是红丸男人敌色柳接雷光拳，他就觉得自己行了。然后呢，就看见有一些小孩或者说一看就比他当的人玩，这玩的过程当中吧，他就输了1局，输了2局，输了3局，就挂不住了，脸挂不住了啊！就是玩游戏谁也不想输，对吧？就好比现在玩王者荣耀似的，对吧？你玩着玩着你输了，你也骂人。但是你一般都是骂队友啊，一般都是骂队友。但是格斗游戏你骂不了队友啊，格斗游戏你只能骂自己啊，要不然你只能骂对手了，对吧？3大理由吗？3大理由，第一个理由就是我摇杆不好使，我摇杆坏了。第二个理由呢是在线上啊，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卡，他老卡了，开迅雷啊，这是第二个理由。第三个理由呢是贼鸡巴龟，真鸡巴龟啊！就只有赖人，只能赖出这个理由来啊。那个时候嘛，我现实哥们儿就是我那边有个小老弟儿啊，就是我兄弟，现在是饿了么送餐的。我那个兄弟呢，当时玩97不错啊，现在就懒闲子啊，当时玩97不错。然后呢，他就去游戏厅玩，有个小社会对吧？有个社会小青年啊，不上学了，他给他上初中的，我说不上学了，不上学之后呢就进去就跟他玩。
玩第一把正常玩啊，回头说一句，哎，玩不错啊你啊，对吧？然后第2局上来呢，这哥们选主力，刚开始还想装个逼啊，选点什么啊，选点秀点的啊，想要秀一下，后来选主力了，选什么八神特瑞加那个红丸啊，然后呢又输了，第3局又输了，一共是6个币啊，到第6个币的时候，这小子急眼了，选了个啥呢？选了个就是特瑞，然后呢开始无限连撞，但是呢撞死的第1个人之后，第2个人又给他1v3了啊，然后呢去买了1块钱的币，1块钱又是6个币，伸进去之后呢，开始摁住那个选择键，然后左右 AC 啊，然后直接超八神特瑞啊加红丸，就这仨人啊，然后呢选了超八神也输了，急眼了，直接就给我哥们拎出去了啊，1局没赢啊，连输了8局啊，1局没赢，给我哥们追出去的这家一顿教训，当然也不敢狠打啊，一顿教训。我那哥们儿也不知道咋回事啊，就其实想想就是啥呢，有的时候该放点放啊，你这玩意儿你毕竟都是要面的，知道吧啊？现在没有打架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说是永远都有打架的时候，只不过呢大环境呢是不允许打架的。你看现在啊，很多什么网吧啊、酒吧啊，这个门上都贴着什么啊？一般都是这么贴着啊，打架的这个承担的后果。第一啊，怎么的要首先伤痛；第二呢，巨额的金钱；第三啊，还有一定伴随一定的刑事责任啊，什么什么的啊。就是你们觉得不能打，也不是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呢，相反，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个暴力倾向啊是改善了很多啊，尤其是东北。但是不得不承认啊，你像我们黑龙江呢，也有经常打架的，就包括现在也是啊。只不过呢，打架的后果确实太严重了啊，太严重了。现在也少很多了啊。以前可能一年要出几百宗，现在可能一年也就有几十宗，相当于啊7、8分之一啊，这个数量已经很少了。而其实我感觉哪个地方都有暴力的时候，就是暴力这种东西呢，你不能拿酒啊，不能拿酒精当幌子，也不能拿一些什么啊这个什么别人骂你妈了骂你啥的啊，我也暴力过啊，我也打过人啊，这个咱实话实说。但是呢，确实啊，这个要承担责任的，兄弟们啊。这个打人是，如果用暴力去解决问题，那就是最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啊，最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啊。我就是因为别人骂我，而且骂得非常难听，给我说急眼了，我就给他揍了啊，好多这种情况啊。狼哥喝多了难受怎么办？这个喝多了。首先第一件事呢，要休息啊，对吧？你要是喝得非常难受呢，有很多种难受的方式。喝多了呢，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休息。但如果说你喝得真的很难受，再加上你喝的是什么凉啤酒啊，然后再加上吃的东西呢，可能是有点辣了或者怎么的，那该吐啊，不丢人，知道吧？有的时候可能是你别到时候给胃整坏了啊。我觉得哪里人打架最厉害？我跟你们讲啊，哪里人打架都厉害，哪里人打架都不厉害，就是看谁下手狠。打架这种东西吧，对吧？会打的打一顿，不会打的打一棍，一棍子有可能给人拍死了或者植物人了，很正常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们记住这件事就好了啊，就是说，但凡想到用暴力去解决的话，那是很失败的一件事情啊。现在呢，都可以用很多事情来解决，对吧？还有就是别人如果骂你了、损你了，你很不开心。对吧？那如果说你口才还没有人家好，你骂不过人家，那你就离他远点就行了啊。如果有人骂你，对吧？你不回应啊，那么他就是骂自己，对吧？就是不听王八念经啊，对吧？你就完事了，是不是？大多数打架呢，都是因为尤其下有一个梗，网上很多人都玩坏了啊，就是你瞅啥？其实有的时候来个人，我瞅一眼很正常。为啥说你瞅啥呢？就是有很多人吧，他有非常严重的自我防御心理，就是别人瞅他的时候，他总以为你是不是挑衅我，这是自我防备心理。或者有一些社会小青年、一些小混混，他就是没事找事儿，他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耀武扬威的事情啊，对吧？一整就会出现你瞅啥，瞅你咋的？你再瞅个试试，试试就试试。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乘以无限啊，无限这么你瞅啊。但是事实上呢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但凡说你瞅啥。如果要是这边的人比较硬，
他惹错人了，直接回去瞅你咋的，说你瞅啥啊？我就说，比如说说脏话，我瞅个鸡，是吧啊？然后我操，就直接就干了啊！要不然就是软，你瞅啥？然后就直接不搭茬了，赶紧眼神回避啊，赶紧眼神回避，你感觉你收拾不了人家啊？就他说他这么说的话，他肯定是今天肯定是有点心情不太好，不是女朋友跟他分手了，要不然就是啥呢？要不然就是今天那个管那个小孩收保护费，然后让小孩告家长了，然后整的他灰头土脸的，或者说今天去买福利彩票没中奖啊，等等啊，各种原因，他心情不好，他就有点找事儿啊，就大家能不能理解啊？这瓜保熟吗？那你那个孙红雷那个，他是为了帮那个汪素娟，肯定是因为他媳妇去买瓜，然后被卖瓜的给坑了，他才去找事儿的啊。认怂是这么说，我瞅你像我爹，那也不行，你这么说啊，很多人就输也不行啊。我觉得就是最狠的就是有的时候吧。就是这种自我防御心理就特别不好。什么叫自我防御心理啊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有一个人在发朋友圈啊，他朋友圈的内容假设是这样的啊，内容是这样的啊，现在啊有的人啊怎么样啊这个对吧？给他点阳光他就灿烂啊，怎么样的啊？以后我再也不会再跟他好了，怎么地啊？以后你有点自知之明，但他没说是谁，有的人就开始对号入座了啊，他看人发朋友圈，他就觉得他是不是在说我呀？啊，他是不是在说我呀？啊，这种事儿是最嘚儿的了啊！所以说，大家伙以后发朋友圈的时候，你想骂人你就指名道姓，比如说小狼，你是个懒子啊，对吧？以后你再逼逼赖赖一天那个直播的时候，对吧？看分，在直播的时候你呀啊，我就急眼了啊，对吧？你对吧？你点说清楚，你不能说你不说清楚是吧？那很多人就以为你说他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指名道姓啊，以后啊。还有就是，对吧？有个女的发朋友圈啊，4个大字，我想你了啊，我想你了。然后呢，你就开始对号入座了啊，他说的是不是我呀？啊，他是不是在说我呀？啊，想得美啊，对吧？就是好，后面还有放炮的，你看，就那个财务总监啊，还放炮啊，这个虎克船长是有点东西啊。好 ，A 2下，3下，浑身一摔，好，可以看到现在已经940万了啊！玩这个游戏摊分摊到900万，你能想到吗，兄弟们啊？但是这关有点难啊，小兵非常多，他想消停的去摊也不好摊的，真的啊。好。时间还剩下5格了，还剩5格的时间了。那个大戒指，那个戒指好像是好打爆了。最后这个动画我没记错的是，他过来要捅咱们一下啊，他要过来捅咱们一下，然后没捅到，直接捅到那个木头上了啊，一下捅到木头上了啊，不是木头，是那个大鳄鱼啊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最后 Oh no 啊，直接被鳄鱼咬了啊，非常嘚儿。好，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啊。这个梅尔打的呢，其实还是有晃啊，可以，我估计突破1000万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之后的什么无双版、1v4版也是直接突破这个1000多万了啊，所以说也就这么个情况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下期再见。